无数的军士行走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，监察院、刑部13衙门、内廷、大理寺、13城门司、京都守备师。晋国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全力开动，冷漠而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飘雪的京都里，四处搜寻着那些侥幸逃出罗网的刺客。而京都出外的城门更是被严密地封锁起来。在这样的阵势下，无论是多么可怕的刺客，想来也很难轻松地逃出京都。一批由监察院和内廷联合组成的队伍早已经包围了范府，府外更有很多军士在进行封锁工作，而对范府的搜查已经进行了3遍，依然没有找到范闲的踪影。另一支由严冰云亲自领队的搜捕队伍，在皇城前广场冲乱之后，便在第一时间内扑到了西城，扑到了启年小组最隐秘的那个联络点，正是当年王启年花了120两银子购买的小院。这处小院本来就是启年小组的秘密，然而看西凉路监察院旧属所遭受的沉重打击，便可以想见皇帝陛下一定在范闲的身边曾经埋下过奸细，并且查到了启年小组的汇合地。然而这间小院孤清依旧，纸笔搁于桌上，砚中残墨早已冻成黑棱，屋外井口处的水桶无力地倾斜着，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人来了。范闲自然不在这里。严冰云站在小院门口，微微皱眉，暗自想着，院长大人此时是躲在哪里呢？虽然如今小严公子才是晋国朝廷认可的监察院院长，但其实和院中大部分官员一样，他自己也总是下意识里还是将范闲摆在监察院之主的位置上。京都早已戒严，京都府早已发动各里理政和一些能够主事的百姓，变成了一张大网撒在大街小巷上。当然谁都知道监察院在京都里不知藏了多少暗点，加上范闲那神出鬼没的能耐，谁也不敢奢望这种追捕能够真的抓到他。不过今日状况有些不一样。首先，监察院的暗点对于如今的朝廷来说不再是秘密，而最关键的是，严冰云先前已经知晓范闲今日身受重伤，早已不复往日之勇，如果没有人接应，只怕他伤势难复，根本无法逃远。然而范闲究竟在哪里呢？追捕行动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天，在强力动员下，整座京都已经被生生翻了一遍。13城门司死死地把住各大城门，庆国朝廷里的所有大人们都断定范闲不可能出城。严冰云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，喝了一个暖气，拍了拍自己有些疲惫的脸颊，尽量让自己内心的情绪起伏变得平静一些，不易为人察觉一些，轻轻挥手让监察院的官员们继续散开。追捕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深夜，往日与范闲有些关系的大臣府上也被搜索了，就连靖王爷府和柳国公府都没有被漏掉，可是依然没有人找到范闲的下落。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，这位大人物若此次真的活了下来，活着逃出京都，真的背叛大庆，谁知道会给这天下带来怎样的变动。严冰云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子承爵府，他没有去向父亲请安，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中，吃了2口厨子端过来的热饭菜，从妻子的手中接过热毛巾，用力地擦了2下眼窝，便坐在椅子上发呆。怎么了？沈婉儿看着他眉宇间的忧色，轻声问道。严冰云往日冷若冰霜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略有些苦涩的笑容，沉默半晌以后说道，说起来我是真的很佩服他。听说杀猪广场前他已经被陛下击昏了，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。而且他为了吸引那些高手们的追击，硬生生脱离了刺客的大队伍，重伤之躯，孤身一人，却是怎么也找不到。沈婉儿眉头微皱，问道，其他的刺客呢？一个活口都没有抓住，只是杀死了几个，都是天底下数得着的高手。严冰云叹息着，当时他并不在皇宫前的广场上，很明显陛下虽然信任自己，但是在伏杀范闲的行动之中，陛下并不愿意让监察院插手。而他也知道，
如果不是那有如天神降怒的神秘刺客手段，只怕范闲那些人早就死了，怎么可能趁乱杀了出去呢？说完这句话，严冰云发现妻子的面色有些怪异，他微微一怔，问道：怎么了？沈婉儿沉默了很久，强颜欢笑道：没有什么，只是幕间去给父亲大人请安，似乎他老人家不在。严冰云的身体微微一僵，许久没有任何动作。他的父亲严若海虽然早已从监察院四处主办的位置上退了下来，但实际上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，这一点他身为儿子自然心知肚明。问题在于他更清楚父亲大人是最传统的监察院官员，他的忠诚更多的是在陈萍萍的身上，在范闲的身上，而不是在陛下的身上。大概出去逛去了。严冰云牵动唇角，有些困难地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初秋陈院长被凌迟处死，严冰云就一直十分担心父亲会不会有些什么激烈的反应。然而令他十分意外的是，父亲除了当天夜里大醉了一场以外，便恢复了平常模样，整日家只是伺候家里的假山园子。严冰云清楚，陛下是看在自己的忠诚份上，没有难为父亲。然而今天陛下与范闲正式决裂，从宫里杀到宫外，范闲自然要替陈院长复仇。以父亲的能力，他肯定能够知晓此事。若他知晓了此事，会怎么做呢？严冰云的眉头微皱，对妻子沉声交代道：你就留在屋里，不要见任何人，我去看看父亲。往西面走没多远，将行过廊前那座大的出奇的假山，严冰云便来到了父亲的房前，恭谨地出声而入。一等子爵严若海双鬓早有白发，对于儿子的到来似乎并不觉得出奇，很直接地说道：他没有来府里，他没有这么傻到自投你的罗网。严冰云沉默良久以后说道：这是院务，儿子不能徇私情。严若海看了他一眼说道：府里究竟能不能藏人，你最清楚。严冰云行礼问安，告辞而去。在经过廊前那座大的出奇的假山时，却怔怔地停住了脚步，双眼看着假山上面微干的苔藓和一些残雪，忽然想到了小时候家里一些很奇怪的规矩，总觉得自己似乎是错过了些什么，遗漏了一些什么。幸亏是冬日，这间暗室并不如何潮湿，然而依然阴暗，体内的经脉千疮百孔，那些烙红了的铁丝依然在经脉里贯穿着，无穷的痛楚像几万根细针一样刺入他的脑海，令他时不时地想痛嚎一声。这种痛楚，这种伤势，让他根本无法调动腰后的雪山气海，甚至连上周天的小循环也无法调动。想要用天一道的自然真气来修复经脉，在这一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。只有靠着时间慢慢的熬养了，或者寄希望于那个神奇的小册子，从这看似空无的天地之间吸取那些珍贵的元气，慢慢的填充自己空虚的气海。然而空气里的元气是那样的稀薄，如果靠这个速度回复，只怕20-30年过去，他依然是一个废人。